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这辈子有没有过一种连自己都解释不清的害怕？有些地方你明明这辈子是头一次去，可一靠近就浑身发毛，一样平平常常的东西，别人碰都没事，你见了就心慌，旁人说你胆小，儿女说你疑神疑鬼，自己吓唬自己，你自己心里其实也觉得委屈。明明脑子里根本不认识眼前这个东西，也不觉得它有多危险，为什么这身体这心跳就像早就经历过一场大劫难一样，拼了命的想拉着你往外逃跑呢？我告诉你，这往往不是你生病了，也不是你无理取闹，这种刻进骨头里的莫名恐惧，十有八九是你前世临终那一幕留在神识里的烙印。一说到前世轮回，很多老朋友可能觉得这事听起来玄玄乎乎的，像是算命先生瞎编出来吓唬人的把戏。其实佛法里头对这个现象讲得再透彻不过了。佛法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词叫阿赖耶识，说白了，它就是你灵魂深处的一个大仓库，你生生世世经历过的所有事情，受过的所有惊吓，心底里死死抓着的执念，都会变成一颗颗微小的种子，被妥妥当当地收进了你心底的这个大仓库里，跟着你轮回流转。但是诸位千万要记住，佛法里说的这个种子，可它不是录像带，它不会让你想起具体画面，却会给你留下一种本能的习气。一旦再次遇到相似的场景，身体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一个人很多年前受过极其严重的腿伤，虽然伤口早就愈合了，平时走起路来看着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可是只要一遇到阴雨天，外面的湿气一来，那骨头缝里就会开始一阵阵的酸痛发冷。他自己都不用去看外头的天气，他的身体比大脑更先知道要下雨了。咱们阿赖耶识里藏着的旧种子就是这个道理。当你在今生突然遇到了跟过去最后一幕极其相似的因缘，比如同样幽暗的光线，同样冰冷刺骨的水汽，哪怕只是一丝丝相似的焦糊味儿，这就叫外面的缘分凑上来了，旧种子遇到了合适的外缘，马上就起作用了。佛家管这叫遇缘起现行。你的大脑还没分辨出眼前到底是个什么物件，但身体早就做出了拼命防御的姿态。所以今天咱们坐在这儿聊这个话题，首先就是要给大家的心里头卸下一个沉重的大包袱。很多老人家一辈子有个什么不敢碰的忌讳，一碰到就惊慌失措，总是被儿女嫌弃，自己也觉得惭愧，觉得这脾气拖累了家里人。你要明白，那很可能是过去结束里留下来的业力影子，不是你这辈子故意要犯走。看清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一味的自责，也能更加心平气和的去面对身上的这些反应，不再跟自己的身体较劲。那么既然过去的习气藏得这么深，在咱们平常的过日子里，究竟是哪几种情况最容易泄露这种轮回的痕迹呢？咱们得先从日常生活中最细微最不容易察觉的感官说起。诸位要知道，咱们前面讲了，心底那个装着无数节记忆的大仓库里面的旧种子，平时都好端端的睡着，它是怎么被突然唤醒的？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一种最容易泄露痕迹的情况。当某一种特定的声音，某一种气味，或者是某一件不起眼的小物件一出现，就像有些看起来极其和善的老人家，连听到饭桌上炒菜铲子刮铁锅的声音，心里就会突然猛地往下一沉，紧接着一股无名火或者极度的恐慌，
就不受控制的冒出来了。佛法里头把这个触发的机关讲得非常透彻，叫做六根接触六尘。什么是六根？就是你身上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的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子能闻，这就是你的感官。什么是六尘呢？就是外面的形状、颜色、声音、气味这些东西。当你的耳朵听见一个声音，这就叫耳根接触了声尘；你的鼻子闻到一股味道，这就叫鼻根接触了香尘。正常情况下，咱们闻到饭菜香就高兴，闻到臭味就捂鼻子，这很普通。可是如果你心底那个大仓库里藏着一颗过去遭遇过极大痛苦、极大恐怖的旧种子，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深层的习气就会在身体里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报，它自动把你过去经历过的那种绝望、那种被人伤害的恐怖画面给补齐了。有位老太太叫张阿姨，今年65岁了，平时走在小区里，那是出了名的和善人，说话细声细语，跟老伴儿结婚40年，也是互相关心，相濡以沫。可是这位张阿姨身上有2个绝对不能碰的死穴印忌讳。第一，家里绝对不能熬中药，那种浓烈的草药味儿一飘出来，她就心烦意乱。第二，做饭的时候绝对不能用铁锅铲用力去刮那个铁锅底，只要听到那种尖锐的金属刮擦声，他就会莫名其妙的心悸暴怒，甚至浑身发冷。为了这2个忌讳，老伴儿和儿女们平时都很迁就他，家里全换成了木头锅铲，也从来不煮中药。大家都以为他就是单纯的神经衰弱，闻不得怪味，听不得噪音。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有一年，老伴儿得了一场重病，西医看了没见大效，最后找了一位很有本事的老中医。老中医开了一长串的方子，千叮咛万嘱咐，这药必须在家里用砂锅慢火熬煮，每天2剂，这是救命的药。这一下张阿姨的难关就来了，老伴儿是为了活命，这药不熬不行。张阿姨刚开始也想为了老伴儿忍一忍，她戴上2-3层厚厚的口罩，把自己关在最里头的卧室里。可是那中药熬煮的苦涩味儿、焦苦味儿还是顺着门缝一丝一丝的钻了进来。只要那股味道一钻进鼻子里，张阿姨的身体就开始不受控制了。她觉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心底里有一股莫名的恐惧感，像火山一样往外喷。她总觉得那不是治病的药，那是逼人喝下去就能要命的毒汤。终于有一天，老爸自己强撑着身子在厨房熬药，手里拿着个铁勺子，不小心在锅边缘用力刮了几下，呲啦一声金属的锐响，混合着满屋子浓烈的中药味，彻底把张阿姨心底那颗恐怖的旧种子给引爆了。张阿姨像疯了一样冲进厨房，双眼通红，一把夺过老伴儿手里的勺子扔在地上，然后疯了一样的把那个熬药的砂锅直接砸了个粉碎，滚烫的药汁溅了一地。他指着老伴儿大吼大叫，说他是在故意折磨他，甚至失控地喊着要把老伴儿赶出这个家。老伴儿当时就愣在那儿了，他拖着重病的身子，看着地上碎裂的药锅，看着眼前这个相伴了40年，此刻却像看仇人一样看着自己的妻子。老伴儿的心彻底寒了。老伴儿没有跟他吵，他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转身走进屋里，默默地拉出一个旧行李箱，开始收拾自己的衣服。他觉得与其在家里被妻子这样嫌弃，不如去养老院
找个安静的地方等死算了。就在老伴儿把几件衣服往箱子里塞的时候，他的手因为生病没有力气，猛地一哆嗦，把旁边脸盆架上的一个老式搪瓷脸盆给撞翻了，哐当一声巨响，脸盆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发出极其刺耳的金属回音。张阿姨听到这声巨响，瞬间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她竟然条件反射般的死死捂住自己的脖子，直接出溜到地上，像个受惊的动物一样，拼命钻进了旁边的餐桌底下。她整个人缩在桌子底下，浑身像筛糠一样剧烈的发抖。在那个瞬间，她阿赖耶识里最深层的恐惧彻底爆发了。或许在她过去某个已经遗忘的结束里，曾经被人强行灌下过毒药，又或者是被人用利刃架在脖子上横死，那股药味和金属声骗过了他的意识，让他以为那个绝望的时刻又重演了。可是当他躲在桌子底下，惊恐地睁开眼睛往外看时，他看到了什么？他只看到了自己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伴儿。老伴儿跌坐在地上，连扶起脸盆的力气都没有了，正用一种极其无助、极其可怜的眼神看着桌子底下的他。老伴儿浑浊的眼里满是泪水，那眼泪里没有责怪，只有对两个人走到这一步的悲凉。看着老伴儿的眼泪，张阿姨的意识突然像是被一道闪电劈中，猛地清醒了一下。她心里头有个声音在大喊：你在干什么呀？这屋里没有坏人，没有人要害你，那是跟你过了一辈子的丈夫，他生了重病，他快要活不下去了啊！这一刻，张阿姨终于认清了现实与幻觉的错位，她看破了眼前这股无名恐惧的虚妄。她知道，如果自己再被这股莫名其妙的害怕牵着鼻子走，她马上就会永远失去这个世界上最疼她的人。她强忍着身体极度的恶心和颤抖，艰难地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他走到客厅的佛龛前，抓起一串佛珠，死死地捏在手里，捏的指关节都发白了。他就这么紧紧攥着佛珠，想抓着一根救命的稻草，逼着自己一步一步走回那个充满了中药味的厨房。他重新找出一个锅，重新接上水，重新把药材放进去。他站在炉子前面，听着水烧开的声音，闻着那股让他几欲作呕的味道，身体还在微微发抖，但他没有逃。他在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现在很安全，这是救我丈夫的药，这不是毒药。那剂药他熬完了。老伴儿看着端着药碗满脸是泪的妻子，老两口抱在一起痛哭失声。老伴儿没有走，那个行李箱被重新塞回了床底。后来张阿姨依然不喜欢中药味，依然听不得尖锐的金属声，但她再也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发过脾气，失控过。那股潜藏在她心底几十年的随时会毁掉家庭的就业力，因为她在当下看清了她的虚妄，被彻底拆除了隐性。诸位仔细想想，张阿姨的故事为什么六根接触外境会产生这么大的破坏力？就是因为咱们太容易把心底翻腾出来的旧影子当成眼前真实发生的危险。这叫什么？这叫认贼作父，把虚妄的习气当成了真实。你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用你自己的忌讳去折磨你身边最亲最无辜的家人，用旧的恐惧去造下新的恶业。声音和气味，这些还只是非常细微非常细小的出发点。可是如果你遇到的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水，
或者是一场满天的大火，再或者是把你关在一个极其狭窄、一点光都透不进来的黑屋子里，那会怎么样？有很多人这辈子压根没出过海，也没被水淹过，可是只要一站到深水边上，或者是坐船到了江中心，看着底下那绿油油、黑沉沉的水面，他突然就会觉得喉咙被人掐住了，连气都喘不上来。还有的人呢，到了高处，或者是进了黑暗的地下室，那股没来由的恐惧感就像一座大山一样，重重地砸在心口上。这时候你要是跟他说别怕，这护栏很高，掉不下去的，你这句安慰根本没用。为什么？因为他的恐惧根本不是现实理智计算出来的，而是这庞大的外在环境瞬间唤醒了他阿赖耶识里最暴烈、最绝望的求生本能。这就是咱们要讲的第二种最容易泄露轮回痕迹的情况。对特定环境的极端恐惧，佛法里头把这种现象解释得明明白白，有4个字，叫寻业发现。什么叫寻业发现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每个人过去世种下的业力不一样，哪怕是几个人站在同一个地方，面对着同一片风景，每个人心里头感受到的境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是在江上吹风看浪，没有那种业力的人，他觉得这是大好风光，甚至还能赋诗一首。可是对于阿赖耶识里带有深水溺亡旧种子的人来说，他看到的根本不是风景，那是前世要了他命的环境，是随时会翻涌上来把他吞噬的索命地狱。这庞大的环境外缘压迫感太强了，强到能在一瞬间把你今生的理智全部碾碎。面对这么可怕的环境压迫，普通人往往会惊慌失措，甚至做出疯狂的举动。那真正修行有功夫的人是怎么面对这种绝境的呢？我给诸位讲一件史书上记载的故事。东晋时期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叫法显大师。他写过一本《佛国记》，里面就记录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场生死劫难。法显大师去西边求法，到了狮子国，也就是现在斯里兰卡那个地方，他在那里求得了许多中土根本没有的珍贵佛经和佛像。那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60、70岁的老人家带着这些无价之宝，搭乘了一艘商船，准备从海上走，把佛经带回中原。可是这海上行船哪有那么顺风顺水的？船开到大洋深处的时候，突然就遭遇了极其恐怖的黑风暴。诸位仔细想想那个画面，在那茫茫的大洋深处，四面八方全都是黑漆漆的巨浪，风在狂吼，天跟海完全连在了一起，连一颗星一丝光都看不见。这船就像是一片树叶，被几十丈高的水墙抛到半空，又重重地砸进深深的漩涡里，海水疯狂地往船舱里灌。这种极致的深水和黑暗是对人类生存本能最残酷的压迫。在这排山倒海的环境面前，船上那200多个见多识广的商人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大家为了保命，开始拼命地减轻船上的重量。商人们哭喊着把辛辛苦苦赚来的贵重货物、大件行李一件一件全往黑水里扔，扔到最后东西快没了。可是风浪一点也没有减弱的迹象。这时候有些失去理智的人眼睛就红了，他们盯上了法显大师身边那些经卷和佛像。这对于法显大师来说是最致命的考验。他这一辈子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把这些能救度众生的佛经带回中原。
这是他全部的指望。此时他最害怕的不是自己这把老骨头沉在海里，他怕的是经书一旦被毁，中原的佛法传承就断了，他发下的大愿就彻底落空了。如果这时候他站起来跟那些发了疯的商人去讲道理，或者死死护着经书去跟他们拼命，那后果是什么？在那种极度恐慌的群体里，稍微有一点挣扎和对抗，立刻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甚至会被商人们直接扔进海里。就在一个山一样的黑色巨浪再次砸下来，整艘船眼看就要倾覆的那一瞬间，法显大师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选择。他没有去跟商人们争抢理论，他转过身，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用品，连洗脸的盆子、喝水的水罐，所有防身活命的杂物，毫不犹豫地全扔进了海里。然后他就在摇晃的根本站不住脚的甲板上找了个角落，盘着腿稳稳地端坐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不再去看外面那让人窒息的黑水深渊。在那个瞬间，法显大师把心底对肉身死亡的恐惧彻底放下了。他知道外在的环境是业力的显现，如果你越是害怕，越是攀援这股压迫感，你就越会被它吞噬。他把自己的命完完全全交托给了佛菩萨，交托给了自己的愿力。他在心里发下了一个极其勇猛的大愿：我法显不惜这条老命，是为了天下苍生求法而来。如果我命该绝于此，死在海里，我毫无怨言。但如果我大愿未尽，求观世音菩萨护念，让我保住这些经卷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法显大师这种不可思议的定力，在乱作一团的船舱里形成了一种极度安稳的气场。那些红了眼的商人看着这位闭目端坐连死都不怕的老和尚，他们心里的疯狂竟然被震慑住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碰大师的经书。这场恐怖的黑风暴整整吹了13天13夜，法显大师就这么守着经书，在生死边缘停了过来。最后船只奇迹般的靠了岸，他不仅活着回到了中土，而且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带回全套戒律经书的求法高僧。诸位老朋友，你们看明白没有？水火无情，这些庞大的环境确实可怕，它能激起咱们心里最深的绝望。但是环境的恐怖能压垮人的肉身，却绝对压不垮一个人心底的正念和愿力。当你明白了外在的险境只是因缘和合的假象，当你不再去认同，不再去攀援那种窒息感的时候，外在的环境就失去了吞噬你的力量。当然了，我知道肯定有老朋友会说，这水火无情，只要我不去江边，我这辈子不坐船，不去高处，不就躲开了吗？没错，水火可以躲，声音可以避，可是咱们现在要讲的这第三种情况，它是你天天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吃在一个锅里，你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他也会死死地跟过去。这第三种最容易泄露轮回痕迹的情况，就是你在人际关系里，特别是家庭关系、亲密关系里，那种反反复复怎么也挣脱不掉的恐惧。这不是怕一件死物，而是你发现自己好像总是掉进同一个坑里。比如有些人明明老伴对他很好，他却整天疑神疑鬼，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觉得对方要抛弃他。还有的人不管是年轻时找对象，还是老了结交朋友，总是会被同一种自私霸道的人吸引，然后又在同一个地方被狠狠地伤害一次。为什么会这样？明明这辈子是想好好过日子的，怎么这心里头
就像有个魔咒一样，总是怕什么来什么。佛法里头把这种现象讲得非常透彻，叫习气流转。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咱们阿赖耶识里藏着过去的旧种子，这些旧习气，它有一种极其强大的惯性力量。这种惯性力量会蒙蔽你的双眼，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总是去寻找那种让你觉得既熟悉又痛苦的关系模式。你想想看，如果你过去世里曾经受过极深的感情创伤，比如被人无情的抛弃过，或者失去过最挚爱的人，那这种痛彻心扉的绝望就会变成一颗带着恐惧的种子。到了这辈子，哪怕你遇到的是一个清清白白、老老实实的好人，你心底的习气也会自动把过去的阴影投射在这个无辜的人身上。你越是害怕失去，你就越会用极度的控制猜忌，甚至是用极其伤人的恶毒话语去试探对方。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用过去的恐惧去抓取现在的关系，结果呢，你亲手制造出了新的恶缘，把原本好端端的日子折腾成了前世戏台上的重演。我认识一位陈阿姨，今年60岁了。陈阿姨是个苦命人，早年丧偶，一个人吃了无数的苦，才把独生女儿拉扯大。按理说现在女儿出息了，工作也好，陈阿姨这晚年应该过得很舒心了吧？可是奇怪得很，陈阿姨跟女儿的关系简直就像是仇人。每次女儿大包小包地买东西回来看她，或者想挨着她撒个娇，说句贴心话，只要这感情一亲昵起来，陈阿姨的心里就会莫名其妙的烦躁。她总会找出各种借口，用极其尖酸刻薄的话去骂女儿，说她乱花钱，不是真心孝顺，甚至故意在亲戚面前给女儿难看。女儿被骂得莫名其妙，委屈得直掉眼泪。其实陈阿姨心里也难受，她无数次在心里骂自己，你这是怎么了？你明明想跟闺女好好过日子的，怎么一见面对她好，你这火气就压不住呢？就在前几年，女儿为了给陈阿姨过60岁大寿，特意订了一家很好的饭店，还买了一条很贵的金项链。吃饭的时候，女儿红着眼眶把项链给陈阿姨戴上，说：妈，您辛苦了一辈子，以后我好好孝敬您。这本来是多感人的一幕啊！可是陈阿姨看着女儿那双充满孝心的眼睛，她心底里那股无名的恐惧突然就爆发了。她像被针扎了一样，猛地扯下项链摔在桌子上，指着女儿的鼻子大骂：你少来这一套，你花这些冤枉钱干什么？你是不是看我老了，想拿这点东西打发我？她当着满桌子亲戚的面，直接把桌子掀了，好好的一场寿宴闹得不可收拾。那次之后，女儿彻底伤透了心，觉得母亲根本不爱自己，简直是个不可理喻的神经病。女儿半年没有回过家，连电话都不打一个。陈阿姨呢，彻底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到了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饭，外面到处都是鞭炮声。陈阿姨一个人坐在冷冰冰的屋子里，看着桌上那碗剩饭，听着外面那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噼里啪啦，那鞭炮声一下一下地炸在她的心上。就在那个瞬间，陈阿姨突然记起了一件事，一件被她刻意压在心底最深处，从来不敢去触碰的事。当年她那个对她极好，把她捧在手心里疼的丈夫，就是在他们最开心最幸福的一个除夕夜里，因为突发心梗，连句话都没留，就那么突然死在了她的面前。在那一刻，
陈阿姨捂着脸倒在沙发上嚎啕大哭。她终于明白了，她不是讨厌女儿，她也从来没有觉得女儿不孝顺，她那根本不是脾气坏，而是她心底那颗最深的最恐怖的种子在作怪。她潜意识里觉得感情一旦太深了，人一旦太幸福了，老天爷就会在这个时候把最美好的东西突然收走，留下那种生不如死痛彻心扉的绝望。他之所以每次在这个时候女儿表现出亲昵的时候都要发火，都要把女儿推开，是因为他太害怕了。他宁可自己狠心把女儿赶走，宁可自己背上一个恶母的骂名，也不敢再去承受那种突然失去最爱之人的恐惧。他用极其恶毒的语言给自己披上了一层带刺的铠甲，可是他这种被旧习气牵引着的恐惧却结结实实地伤害了眼前这个最无辜最爱他的女儿。他用逃避痛苦的方式亲手为自己制造了最大的痛苦。大年初一的早上，陈阿姨没有等女儿来电话，她自己穿上最体面的衣服，坐了2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了女儿租住的房子门前。当女儿满眼惊讶地打开门时，陈阿姨没有像以前那样端着母亲的架子，她看着女儿红着眼眶，声音发抖地说：闺女，妈来给你认个错，妈不是烦你，妈是太怕了，妈怕你对我太好，老天爷会像带走你爸那样把你也给收走。母女俩在门口抱头痛哭，多年的心结在这一刻彻底化解了。诸位想想看，咱们家里头有多少莫名其妙的互相折磨，有多少解不开的婆媳疙瘩，夫妻冷战，其实根子上都是因为咱们把过去的创伤阴影，把那种习气流转带来的虚妄恐惧强加在了眼前最亲的人身上。这其实是最大的愚痴，因为过去的事情早就过去了，你却用过去的模子去套今天的人，把本来可以好好的日子过成了相互亏欠的烂账。陈阿姨看清了这一点，她低下了头，认了错。这股恶缘的流转就在这里被她硬生生地截断了。讲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心里肯定都在打鼓了，甚至在对号入座了。您说的这几个事儿，我身上好像都有点影子。那我有时候怕黑，有时候怕老伴不理我，难道这些全是我前世造的孽留下的痕迹吗？还有些老人家听完之后可能就变得疑神疑鬼了。今天摔了一跤，觉得是前世的冤亲债主来推的，明天看儿媳妇不顺眼，就觉得那是前世的仇人来讨债的。诸位，如果你们这么想，那就是把佛法给听偏了，掉进了迷信的坑里。咱们佛法是最讲究理智，最讲究因果规律的，绝对不提倡神神叨叨，自己吓唬自己。佛法里有一个非常高深的智慧，叫做缘起性空。这4个字听起来深奥，其实用到咱们过日子上就是一句话：这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才发生的，没有一个是固定不变的，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命中注定。所以你身上那些莫名其妙的害怕，有的是过去的旧影子，有的却只是你这辈子自己没转过弯来的心结。咱们不能把生活里遇到的一切倒霉事，一切小脾气全都推给前世，那叫逃避现实。那到底该怎么分辨呢？今天我就给大家交个底，给你4个清清楚楚的判断特征。第一，发生的极其早，根本找不到这辈子明确的起点。你想想看，有些人从来没去过水边，也没在洗澡的时候呛过水，可是只要一靠近池塘，
他就吓得魂飞魄散，整夜做噩梦。还有的人从小就怕某种特定的虫子，哪怕是个玩具也怕得浑身发抖。这种恐惧在咱们这辈子的生活经验里是完全找不到源头的，它就像是天生自带的一样，这往往就是最明显的习气残留。第二，反应的强度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危险程度，普通的害怕和那种旧业力引发的绝望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打个比方，正常人看到一根火柴着了，或者看到个小火苗，知道小心别烫着就行了。但是带有那种火灾很使救种子的人，哪怕只是闻到一点点烧纸的焦糊味，他的身体就会瞬间崩溃，不仅手脚冰凉，大量出汗，甚至会有窒息，马上就要没命的那种，极度恐慌。眼前明明只有一根火柴的危险，他的身体却做出了面对滔天大火的反应。第三，总是被极其相似的外境、声音或者人物触发，这种痕迹它往往有个特定的开关。就像咱们前面讲的，有人只怕某种特定的脚步声，有人只怕水啊、火啊，还有的人就像陈阿姨那样，只害怕那种极度亲昵、极度幸福的感情状态。只要这个特定的开关一碰到，警报立马拉响，换成别的他就跟没事人一样。第四，常常伴随着一种无法解释的熟悉感，或者是反反复复的同一个梦境。很多老朋友跟我说，他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一直在往下掉，或者一直被什么东西追，每次醒来那种心痛和绝望都特别真实。等到白天去了某个从没去过的地方，或者遇到一个刚认识的人，心里突然会咯噔一下。这个场景，这种让人心痛的感觉，我绝对经历过。这就是深层神识里的旧影子，在遇到相似外缘时被强行唤醒了。如果你的忌讳符合这4个特征，那大概率就是咱们说的轮回痕迹了。但是诸位千万别急着下结论，因为在生活里还有3种情况极其容易被混淆。这3条界限咱们必须划清楚，一定要排除在外。首先，第一种要排除的是你这辈子真实遭受过的创伤，比如你7、8岁的时候真真切切的被村里的大狗咬过，差点丢了命。那你现在7、80岁了还是怕狗，这不用扯到前世去，这就是你这辈子真真切切的身体创伤留下的阴影。第二种要排除的是家庭长辈从小给你灌输的恐惧。有些老人家带孙子，为了不让孩子晚上乱跑，就天天吓唬他，外面黑咕隆咚的地方有妖怪专门吃小孩。小孩子听多了，潜意识里就种下了对黑夜的恐惧。这不叫前世业力，这叫长辈造的口业，把大人的忌讳硬生生地塞给了下一代。第3种要排除的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已经严重影响到你正常起居，吃不下睡不着的特定病理障碍。有些老朋友整夜的经济失眠，甚至出现幻觉，不敢出门，家里人还以为是中邪了，或者是前世冤亲债主讨债，整天在家里搞些神神叨叨的仪式，死活不去医院。诸位啊，这可是大错特错。咱们佛法从来不排斥世间的医理，佛陀在世的时候也经常让弟子去吃药看病。有些极度的惊恐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里的气血虚了，脏腑不调引发的神经问题，这必须要在专业大夫的看护下，用现代医理和药物去调理。你得记住一句话，身安才能心安。在调理好身体的基础上，
咱们再去谈修心，这才是正道。好，讲清了这4个特征和3个误区，咱们就能理智地看待自己心底的恐惧了。既然看清了它只是旧种子的幻象，那在最极端的恐惧爆发时，人到底能不能扛得住？我给诸位讲一个咱们历史里极其惊心动魄的故事，你们听完就明白了。当那种大环境压迫下来的死亡恐惧达到顶点的时候，真正有大智慧、大定力的人是怎么把这虚妄的幻象给彻底粉碎的？在汉代有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叫班超。有一次，班超奉了大汉朝廷的命令，带着36个随从出使西域一个叫鄯善国的地方。一开始，这鄯善国的国王对班超那是客客气气，奉为上宾。可是没过几天，情况突然就不对了。国王对他们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冰冷，甚至连送饭的人都不怎么露面了。班超一打听，原来是北方极其强大的匈奴也派了一个庞大的使团来到了鄯善国，足足有100多人。鄯善国王本来就害怕匈奴，这一下态度立马就倒向了匈奴那边。诸位，你们把自己带入到当时那个处境里想一想，36个人孤零零地困在离家乡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外面是100多号如狼似虎的匈奴大军，再加上鄯善国本地的军队，把他们住的地方围得死死的。这时候，这36个人的心里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惧？这就叫死死无生的幽闭死局。这就好比把你关在一个笼子里，外面有100把明晃晃的钢刀，你不知道这刀什么时候落下来，可能在今晚，也可能在明早。这种坐以待毙的压迫感是足以把任何正常人的神识彻底逼疯的。这种极致的恐惧如果无限放大，就是咱们阿赖耶识里最害怕的那个修罗地狱。班超手底下的那30几个兄弟防线彻底崩溃了，大家连睡觉都不敢脱衣服，手里死死攥着刀，听见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吓得浑身发抖，面如死灰。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环境的外援，把人心底最深处的恐惧种子给彻底点燃了。大家想的都是完了，这次必死无疑，我们要被人砍下脑袋了。班超看着这些吓破了胆的兄弟，他心里很清楚，如果继续让这种恐惧蔓延下去，根本不用匈奴人来打，这36个人自己就会先精神崩溃，自己把自己给吓死。恐惧往往比敌人的刀还要快。在一个深夜里，班超把这36个满眼绝望的兄弟全部召集到一个大帐篷里，摆上了酒，大家端着酒碗，手都在哆嗦，有人甚至开始嘤嘤地哭了起来。就在这种绝望的悲泣声中，班超突然站了起来，猛地把手里的酒碗狠狠地砸在地上，啪的一声脆响，把所有人都镇住了。火光映照着班超那双没有一丝一毫惧色的眼睛，他盯着这些人，掷地有声地说出了一句震烁千古的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班超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唯一的死法就是坐在这里等死。匈奴人想杀我们，鄯善王想拿我们去邀功，你们在这里发抖，刀就不会落下来了吗？眼前的绝境是个死局，但如果我们被心里的害怕给先杀死了，那才是真的窝囊。在这一刻，班超展现出了极其不可思议的大智慧与大勇气。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坐以待毙的恐惧，本质上是一种缘起性空的虚妄。敌人虽然多，但他们肯定想不到这36个人敢主动出击，
环境虽然可怕，但只要你的心不被这压迫感吞噬，你就能在死局里撕开一条生路。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的决定，趁着今晚夜色掩护，刮起大风，我们36个人主动去劫营，直接火烧匈奴人的大帐。在班超这种大无畏的定力感染下，那36个随从心底的恐惧竟然硬生生地被一股求生的血气给压住了。当天夜里，班超带着这36个人悄悄摸到了匈奴人的营地，他们趁着大风四面放火，匈奴人做梦也没想到，这几十个原本应该是待宰羔羊的汉朝使者，竟然敢主动打过来，营帐里顿时乱成一团，匈奴使者被当场斩杀，100多人全军覆没。第二天一早，班超提着匈奴使者的脑袋丢在鄯善国国王的面前，鄯善国王吓得魂飞魄散，当场跪地归顺了大汉。班超和他的36个兄弟不仅毫发无损，还立下了绝世的奇功。诸位老朋友，听明白了吗？哪怕是面对生死攸关、敌众我寡的绝对劣境，只要你不被阿赖耶识里翻腾出来的恐惧幻象所困住，只要你能守住当下的心念，把那股害怕转化成绝地反击的勇气，你就连死亡的死局都能破掉。古人能在刀光剑影里破除心魔，那回到咱们今天，回到咱们普普通通的家庭里、客厅里、厨房里，我们这些一把年纪的平凡老头老太太，当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突然涌上来的时候，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去降服这股旧业力，而不是继续把它喂大，甚至连累全家人呢？今天我就实打实地教大家4件在家里就能做的事。这4件事蕴含着极其高深的佛法智慧，只要你照着做，那些困扰你半辈子的忌讳一定能慢慢化解。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佛家叫做觉察关照，不急攀缘。什么叫不急攀缘？是下次你那股没来由的害怕又冒出来的时候，你千万别顺着害怕的心情去瞎想。有的人一碰到生水，一闻到某种气味，身体一发抖，脑子里就开始自己给自己编故事了，心想，哎呀，我前世肯定是被淹死的，我肯定是个被害死的冤魂。你这就是在攀缘，也就是像猴子抓树枝一样，抓着一个幻影不放，越想越怕。你应该怎么做呢？拿个小本子，或者就在心里清清楚楚地记下来。记什么？记事实。你问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几点钟发抖的？当时是在哪个房间？我是闻到了什么味儿，还是听到了什么特定的声音？你就像个旁观者一样，只去确认眼前发生的动作和环境。你只要清清楚楚地看见它，不去编造前世的恩怨情仇，你的心念就不会被外面的境界给彻底卷走。这就叫守住了第一道防线，守住了这第一道防线。紧接着咱们就要做第2件事，叫做剥离妄想，安住当下。当你看清了让你害怕的那个开关是什么，你要在心里赶紧分清楚2层危险。哪2层呢？第1层是眼前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危险，第2层是你心里头那个阿赖耶识是不是在给你放旧电影。你想想看，你在家里听到对门邻居拴狗的铁链子响，你心里突然觉得无比绝望，觉得要被关起来了。这时候你要在心里对自己大喊一声，过去心不可得。你要看清眼前的现实，这屋子里有电视，有沙发，门敞开着，没有人拿铁链子拴你，眼前根本没有任何危险。那个害怕
只是从过去那个破旧的仓库里翻出来的影子。只要你把眼前真实的当下和过去虚妄的影子一刀切断，不再把幻象当真，那股恐慌立刻就会卸掉一大半的力气。等到恐慌稍微平息了一点，咱们就要做第3件事，也是最考验功夫的一件事，叫戒静练心，念佛断相续。很多老朋友有个误区，觉得既然我怕水、怕黑、怕某种声音，那我躲着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一味的逃避，反而是在心里反复确认它真的很可怕，这会让旧种子越熏越深。佛法讲究截断恶缘的相续，怎么截断？就是在安全的缘起里去面对它。比如你怕黑，你不要强迫自己大半夜跑到荒郊野外去，那会把人吓出毛病。你要在家里让老伴儿或者儿女陪着你，先把大灯关了，只留一盏微弱的小夜灯。在这样绝对安全的环境里，你端端正正地坐着，看着那点微光和周围的昏暗，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或者在心里默默地念一句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你的身体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但你不要跑，你就让那股害怕冒出来。时间1分1秒过去，你会发现天并没有塌下来，黑暗也没有把你吞噬，因为没有真实的危险去支撑它。这颗旧种子发作了几次之后，它的力量就慢慢耗尽了。你多试几次，这个见到就逃的死循环就被你给打破了。但是讲到这里，有个极其重要的边界，我必须交代清楚。如果你的害怕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严重到你根本没法出门，整宿睡不着觉，甚至妨碍了你正常的起居和就医。这时候你千万不要逞强，不要觉得我靠自己打坐念佛就一定能扛过去，死活不肯去看医生。咱们佛法是不排斥世间法的，顺应世间的医理，那也是修行的一部分。身体垮了，气血极其虚弱的时候，人的心识是最容易失控的。这时候你必须在家人的陪同下去看大夫，寻求专业的疏导，该吃药调理就吃药调理，先把身体的底子稳住，身安才能心安。在这个基础上去用佛号练心，这才是真正圆融无碍的智慧。千万别把佛法学成了偏执。最后咱们要做第4件事，这也是功德最大的一件事，叫转业力为愿力，切断恶缘。咱们好多老人家自己有忌讳，也要逼着全家人都跟着他受罪。儿女在厨房做个饭，稍微有点油烟，他就在外面大骂孙子，在客厅玩个玩具掉在地上有点响声，他就发脾气掀桌子。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用你过去的阴影去折磨今生最爱你的家人。你要在心里发个大愿，你要告诉自己，我宁愿自己去慢慢消化这份害怕，我也绝对不再把这股惊慌传染给我的配偶、子女和晚辈。我的忌讳到我这里为止，绝不能变成拴在儿女脖子上的枷锁。当你把对自己的害怕转化成了想要保护家人、护持子孙的慈悲心时，你的心量瞬间就变大了。心量一大，原来那个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旧我就被撑破了。你不再是一个被业力牵着鼻子走的懦夫，而是一个用愿力护持全家的长者。这才是彻底改变命运，不再受那业力摆布的根本大道。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深透的道理，我知道诸位老朋友听完可能转头又忘了，我在最后啰嗦一遍，这3个道理和做法，你们一定要在家里守住。第一，你要记住，
那些毫无来由的极度害怕，往往是深层习气的旧种子遇到了外援，家里老伴或者你自己。遇到这种情况时，心里要有数，告诉自己这只是过去的影子，千万别把它当成命中注定的灾难，去自己吓唬自己。第二，你要明白，一味的逃避只会让这股习气越熏越深。你要在绝对安全的地方，比如有家人陪着，试着慢慢面对它，用念佛和观呼吸稳住心神。只要你不逃跑，旧种子就会因为没有真实的危险而慢慢失去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改变不了过去那一幕，但能决定现在的念头。你千万别把你自己的忌讳和害怕硬压在儿女和晚辈头上，要把这份恐慌转成护持全家人的慈悲心。如果你觉得今天我讲的这番话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启发，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你每一次把这段话转发分享给亲友，都是在帮那些深陷在莫名恐惧里出不来的家庭破除迷雾，这也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攒无量的福报。最后咱们跟诸位老朋友说句透底的话，这世上的文字是有力量的，咱们人起心动念的那股念头更是有极其巨大的能量。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评论区里写下一句看破旧业不入轮回，或者写不传惊慌只留慈悲。这不是随手打几个字，当咱们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小小的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形成的正向能量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里敲下的一句祈福，那股慈悲温暖的磁场最终都会绕一圈，实打实地回向到你自己身上，回向到你的儿女和家人身上，